人和人之间肯定有很大的差异。你是不是也疑惑你有什么特殊的过人之处？有些事情好像你做起来特别容易，但别人做起来很难。但有些事情别人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，但在你这边却困难重重。有些人对饮食要求很高，时常还要换着花样，而有些人吃饱就好啦，吃饭是为了活着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BTI 解析系列，我是你好阿涵。有铁粉问，我明明讲的是阿涵，怎么讲着讲着讲起了 MBTI？ 其实公元1世纪的解头道论，还有在这部论的基础上扩充写成的清净道论里，都有性格解析，对人有不同的分类，有分成14种、7种、3种等等不同的分法。3种最好理解，第一种是欲望重的，第二种是嗔心重的，第三种是痴心重的。欲望重的就让他们多修不净观、无常观，嗔心重的就让他们多修慈心观，痴心重的就多修缘起。说明师父在带着弟子修的过程中，必然要根据弟子的不同性格、不同爱好进行分类引导，分别从行住坐卧、为人处事等等细节上观察确认。走路快的是哪种？走路慢的是哪种？吃饭挑剔的是哪种？吃饭不挑的又是哪种？容易入睡的是哪种？容易失眠的又是哪种？这样的划分是在1900年前就有的哦，在现在看来很笼统，实用性并不大，但这个思路是对的。很多人只是武断地认为和自己不同的人都是神经病，脑子有问题。MBTI 性格解析是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为基础。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行为倾向，有的人喜欢与人接触，有的人喜欢独处，有的人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有的人喜欢抽象思考。就像有人是左撇子，有人是右撇子，都有自己的使用偏好。之后一对母女迈尔斯和布里格斯继续发展了荣格的理论，进一步分成16种人格，形成了 MBTI。 这套理论现在广泛应用于职业测试，对于个人成长、改善人际关系、了解不同人的长处和短板都很有帮助。MBTI 有4个维度，8个字母。第一个维度是 E 和 I，E 是外向， I 是内向，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。其实即使在外向的人有时候也需要独处，再内向的人有时候讲起话来也会滔滔不绝。实际上这里的外向是说E型人倾向于从外界得到能量，比如川普同学，人越多他越嗨，反应越快，越有活力。内向的人也就是 I 型人则是倾向于从独处得到能量，更注重隐私，比如我话说的多了就要休息，好累啊。所有的这些偏好并不是黑与白的关系，就像不管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，都还会用2只手，只是有一只手更强大更灵巧，你更习惯使用。第二个维度 S 和 N， 这是针对你获得信息的偏好。 S 是 sensing 感觉， S 型更重视五感，眼耳鼻舌身，他们对色声香味触比较敏感，他们喜欢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，也更容易观察到这些信息和细节。 S 人经常就像现在说的活在当下。 N 是 intuitive 直觉， N 型人更重视直觉，他们更擅长归纳抽象总结，把握好大方向，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。 N 型人能够快速的从一个概念联想到另一个概念，从而形成更广泛的视角，他们更倾向于思考未来的可能性和潜在的发展方向，而不是局限于当前的实际情况，思维比较跳跃。第三个维度 T 和 F， 这是针对你做判断时的偏好。 T 型人喜欢就事论事，讲逻辑，不喜欢掺杂情感，比较理性。 F 型人喜欢维持人与人的和谐，在乎内心的感受，比较感性。比如看电影， F 型人会说哇拍得好棒呀， T 型人会说你太肤浅了，你没注意到这里拍得不太合理，那里的情节过于唐突，讨厌啦。最后一个维度 J 和 P， 这是做事的习惯。 J 型人目标性强，喜欢按计划走，积极主动，迅速反应，
喜欢有条理。P 型人随性，喜欢边走边看，不着急下结论，随遇而安，慢慢来嘛，着急啥？有人说我就不喜欢被定义，你凭啥用几个字母来定义我？我爱怎么变就怎么变。这就是你的性格倾向。MBTI 把不同的性格分为16种，比如 INTP、ESFJ， 但不少做过测试的人发现不太准，在不同阶段，有的人的性格还会改变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测试的时候，有的人不是写自己当下的习惯反应，而是写自己希望的习惯反应。尤其是当你特别喜欢某种类型的时候，你会故意往那个方向靠。比如选择困难的同学们，希望自己更干脆利索一些，所以会想着自己利索的那些情景。我是挺利索的。有时候遇到重大的事件，也会临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这样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偏差。所以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分类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这16种性格再按气质分类，也就是之前做的性格测试，分为 SP 记忆者、SJ 护卫者、NF 理想主义者，还有 NT 理性者。因为在大量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这4种大类的人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，而同类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兴趣。我们再回顾一下这4种气质。你是记忆者，生活中你像个冒险家，总想试试新鲜玩意儿，别人还在计划时，你已经动手干了。你讨厌束缚，喜欢即兴发挥，像自由的风。你的适应能力超强，注重感官体验，可能擅长艺术或运动。你不喜欢与现实抗争，而是善于发现并利用周围的一切资源，无论是颜色、线条还是结构。你对细节敏感，渴望亲身体验生活。记忆型人最大的特点是具体和实用，你喜欢用直白的语言沟通，讨厌抽象的理论。比如你更愿意说这杯咖啡真香，而不是这杯咖啡象征的温暖。在工具使用上，你也追求实用性，擅长即兴发挥，解决问题时总能找到最直接的方法。记忆者可以分为4种角色：倡导者 ESTP， 他们充满魅力，擅长说服他人，可能是销售界的明星或谈判高手；手艺者 ISTP， 他们安静专注，喜欢与机械打交道，比如赛车手或外科医生；表演者 ESFP， 他们擅长表演，可能是演员或歌手；创作者 ISFP， 他们热爱创作，可能是画家或作曲家，喜欢独自打造艺术品。记忆者崇尚自由，讨厌束缚，他们对战术行动充满兴趣，无论是战场上的指挥还是球场上的快攻，他们总能找到最佳突破点。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领袖都是记忆者，比如成龙大哥，他经常亲自上阵完成高难度动作，喜欢追求刺激和即兴表演。还有周杰伦周董，很能把握视觉效果和音乐的节奏感。在生活中，记忆者喜欢艺术、技巧和工具，他们可能是学校里手工课的明星，但对理论课提不起兴趣。长大后，他们更愿意从事与工具相关的工作，比如驾驶飞机、操作机械，甚至成为一名厨师或运动员。总之，记忆者 SP 型人活在当下，追求刺激和乐趣，追求具体和实用。你是护卫者，你是个靠谱的人，喜欢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责任感是你的标签，稳定是你的追求，像团队的定海神针，喜欢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你注重实际，保守而可靠，总是循规蹈矩，喜欢观察周围的一切，不是为了冒险，而是为了制定计划，确保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你认为事物应该各归其位，每个人都该做自己该做的事。你对细节极其敏感，凡事严谨，坚持不懈，直到目标实现。你也非常有责任感，喜欢服务他人，是天生的管理者。你同样注重具体，但与记忆者不同，你更倾向于合作，喜欢通过规则和秩序来实现目标。护卫者 SJ 型人可以分为4种角色：
监督者 ESTP， 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，擅长组织和管理。检查者 ISTJ， 他们一丝不苟，可能是优秀的会计或档案管理员。供给者 ESFJ， 他们热心肠，喜欢照顾他人，可能是团队的大管家。保护者 ISFJ， 他们默默付出，守护家人和朋友。护卫者重视传统和安全感，他们可能是学校里最守纪律的学生，长大后更愿意从事商业或行政工作，比如成为一名管理者或者社区服务者。在公务员中，护卫者比例比较高。护卫者的座右铭是尽职尽责，总是以服务他人为荣。许多组织者和管理者都是 SJ 型人，比如钟南山、董明珠。在生活中，护卫者喜欢稳定和秩序，他们可能会为了一场旅行制定详细的计划，确保一切顺利。他们是朋友中的靠谱担当，总是让人感到安心，总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。你是理想主义者，你的世界充满梦想和情感，总是希望让生活更有意义。你仁慈而富有同情心，充满热情，极具创造力。你讨厌冲突，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，渴望在家人、朋友和同事中塑造一个积极的形象。理想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抽象和合作，他们喜欢用隐喻和象征来表达情感。比如说，这杯咖啡像温暖的拥抱。典型的文艺青年，他们重视精神力量，擅长交际，总是能感受到他人的情绪，是朋友眼中的暖心天使。NF 型人也有4种角色。教师 ENFJ， 他们擅长激励他人，可能是优秀的老师或领导。咨询师 INFJ， 富有洞察力，可能是心理咨询师或作家。奋斗者 ENFP， 他们充满热情，喜欢探索新可能，可能是活动策划者。治疗者 INFP， 他们温柔敏感，可能是艺术家或公益工作者。理想主义者追求自我实现，重视真实和慈善，他们可能是学校里最有同情心的学生，长大后更愿意从事人文相关的工作，比如教育、心理咨询或艺术创作。许多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都是 NF 型人，比如韩红、李白。在生活中，理想主义者总是关注他人感受，他们可能会在朋友失落时送上一个拥抱，或者组织一场公益活动。他们的座右铭是无私，总是希望让世界更美好，让人感到温暖。你是理性者，大脑是你的最强武器，凡事都要分析透彻，你喜欢挑战，追求效率，像个未来的设计师。理性者善于分析，做事有条理，思想理性而复杂。你们好奇心强，逻辑能力突出，适合科学研究，是天生的战略家。理性者最大的特点是抽象，他们喜欢用理论和假设来思考问题。比如，这杯咖啡的温度如何影响味道？他们重视知识和成就，总是追求最高效率。理性者 NT 型人也有4种角色。指挥者 ENTJ， 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，擅长战略规划。策划者 INTJ， 他们高瞻远瞩，可能是科学家或战略家。发明者 ENTP， 他们充满创意，喜欢挑战新想法。建筑师 INTP， 他们逻辑严谨，可能是程序员或哲学家。理性者追求知识和成就，他们可能是学校里最爱问为什么的学生，爱学习，通常是学霸，长大后更愿意从事科学或技术工作，比如成为一名工程师或研究员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理性者，比如爱因斯坦，他的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在生活中，理性者总是思考如何优化一切，他们可能会花一整天研究一个问题，只为了找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他们的座右铭是注重逻辑，总是以逻辑和效率为先，喜欢用逻辑解决问题。简单来说， SP 爱自由， SJ 守规则，
，NF 重情感，NT 精逻辑。你觉得自己像哪一种呢？举个例子，我是 NT 理性者，喜欢思考和分析。从我讲的这些内容，你就能看出来。我妻子是 NF 理想主义者，很感性，很理想化。女儿是 SP 记忆者，动手能力很强，喜欢做些小手工，喜欢玩，3缺1。再加上岳母是 SJ 护卫者，保守，有自己的一套规矩，喜欢研究中医和各类偏方。4种类型齐活，每个人的差异性都很大。16种类型中，我先介绍 NT 里的 INTP， 因为世尊就是 INTP。当然，另外一位经常被拿来做 INTP 典型的是爱因斯坦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？时不时会盯着天花板发呆，好像脑子里藏着一个宇宙，或者他们一开口就能把简单的聊天变成哲学讨论。如果有，恭喜你，可能遇到了一个 INTP， 也就是今天要解码的主角。那我们走进 INTP 的脑子，看看这个只占人口 3% 到 4% 的神秘类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INTP 代表内向、直觉、思考、随性，他们也经常被称为建筑师、思想家或者哲学家。这些人天生爱思考，喜欢问为什么，而且一旦钻进一个问题，就像侦探破案，非得挖出真相不可。 INTP 擅长观察和了解自我，也擅长解构自我。肯定有人会说，这都什么鬼，有什么用？你看，世尊一直在讲五蕴非我，五蕴是无常的、败坏的，还有12因缘，这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，也只有 INTP 能这样归纳总结。INTP 在真正了解自己之前，他们常常会一头扎进事业里，结婚生子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对事业和人际关系不满意，之后他们就会陷入困境，觉得不安、漫无目的和不满。他们能敏锐地意识到生命的短暂，于是他们开始追求真理，追求人生的意义。他们会努力确保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是真实的、有意义的。他们不满于表面的答案、传统的答案，而是要追根溯源，找到事情的核心，独立思考，敢于怀疑，不畏权威。在古印度，婆罗门丹道、耆那教是新兴教派，有人说世尊抄袭了他们的思想。但凡你学习了阿含，你都知道他们的差别很大的。INTP 不太愿意展示自己性格理性的一面，因为他们的思想很少人理解，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世尊去砸场子，他也很少主动要跟谁辩论一番。INTP 追求自由，不太愿意过组织化的生活，也不太愿意站队，所以常常会被排斥，被认为是无能。MBTI 中的每种性格类型都被认为使用4种主要功能，最强大的是主导功能，其次是辅助功能，然后是第3功能，最后是劣势功能。所谓主导功能，就是这个类型最强大的、最擅长运用的。打个比方，主导功能相当于是开车的司机，辅导功能就是副驾，第3功能是后座乘客，劣势功能就是行李，最薄弱是个拖油瓶。INTP 的主导功能是内向思考 TI，T 就是喜欢就事论事、讲逻辑的这个 T。如果是内向的，就是内省和思考，这是 TI。如果是外向的，就是组织安排工作，这是 TE。TI 是 INTP 的核心引擎，负责逻辑分析，建立内在秩序。TI 就像一个私人实验室， INTP 在里面拆解问题，追求一切能逻辑自洽。比如他们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琢磨自由意志到底存不存在，他们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结论。找到结论之后，他们就会应用这个结论来指导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但这个人生意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同，得到的答案也就不一样。世尊追求的是涅槃，认为轮回是苦海。爱因斯坦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追求财富或享乐，而在于通过自我解放实现社会价值。图灵认为人生意义在于用智慧和勇气推动人类进步。虽然答案并不一样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思考，之后再用这个人生意义来指导自己行动。INTP 的辅助功能是 NE，
第三功能是 SI， 劣势功能是 FE。这4个功能的排列有个规律，主导功能就决定了劣势功能，辅助功能也决定了第三功能。就像跷跷板，这头高那头就低。INTP 最强大的是 TI， 理性最强大，相对最弱的是 FE， 与他人的情感和谐。爱因斯坦就不用说了，用现在的标准看就是妥妥的渣男，因为他对情感和谐的重视远低于对真理的追逐。INTP 在其他人看起来就是比较冷，也有一些人埋汰世尊，说老婆刚怀孕就抛家弃子流浪去了，渣男。继而之后，儿子罗侯罗成为沙弥，世尊和他的感情也很淡，真正互动关心的机会并不多。INTP 追求的是真理，的确很少会去维护和别人的情感和谐，他们很清楚这是无常的，不是他们的人生意义。当然，世尊要带领一个团队， FE 的能力肯定也不错，但从阿含中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他在维护与他人的情感和谐方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情味儿，很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。在这方面，阿难、舍利弗、目犍连他们做的贡献反而比较多。虽然这么讲我会被骂，但他是人，是圣者，不是神。想听神话，看《西游记》去。接着是辅助功能，外向直觉 NE。如果说 TI 是挖深井， NE 就是在田野上撒网，寻找各种可能性。NE 指思维发散，能从一个想法跳到10个，连哲学、科学、宗教都能串起来聊。他们的思维就像一棵树，有不同的点，不同的区域，很多发散性的思维都是即兴创作的。再往下是第三功能，内向感觉 SI， 就是重视经验。这个功能有点像档案柜，存储过去的经验和习惯。INTP 用它来检查自己的想法，确保不偏离轨道。比如他们可能喜欢固定的咖啡口味，或者反复读同一本书。SI 在 INTP 中不强势，但作为第三功能，能提供时间上的稳定性，不至于过于跳跃，平衡 NE 的跳跃和 TI 的抽象。最后是劣势功能，外向情感 FE， 这是 INTP 的软肋，也是他们的成长点。FE 让他们渴望与人连接，但又不太擅长表达情感，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一句无心的批评而焦虑半天。你对 INTP 更了解了吗？ INTP 还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下期再聊。感谢陪伴，下期再见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别忘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、充电。只跟您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含。拜拜。